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说说世界铁矿石价格暴跌这个话题。综合央视财经2021年8月20日，还有上海证券报的报道，世界铁矿石价格下跌44%，而成交量甚至暴跌80%。到底什么原因呢？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组很有趣的数据，这是55年来全球钢产量的变化图，也就是从1965年一直到去年2020年。几乎可以武断地说，光看产量，中国可以说是妥妥的位居榜首，一骑绝尘。中国钢产量的快速增长与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的国力成正比。1965年的时候，中国的钢产量我们看到只有区1400万吨，那时刚好是美国一个零头，当年美国是11500万吨。加入世贸组织后，那是2001年，中国的钢产量迅速提高，到去年2020年，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10亿吨，与1965年相比，增加了整整70倍。而2020年一整年，第2名到第10名加起来大概是5亿吨左右，相当于中国产量一半。具体我们看印度，甚至呢不到1亿吨，而美国仅有7200万吨，德国更惨，只有不到3600万吨。这次世界铁矿石不管从交易量还有从价格来说，双双暴跌，跟中国有最直接关系。放眼全球，各位马上肯定会想到，受冲击最大的无疑是哪个国家呢？澳大利亚。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这又次验证了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时候未到。这个澳大利亚现在遭到报应了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澳大利亚，请你别乱说中国在报复你哦。这一切都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翻云覆雨，跟中国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中国可没制裁你，你别胡思乱想啊，别冤枉中国这好人呐。铁矿石价格不断走低，主要原因是中国钢铁限产正在持续推进。从刚才那个图我们知道，全世界最大的铁矿石买家肯定是中国。现在中国钢铁限产，意味着对铁矿石的需求肯定下降。与此同时，世界铁矿石的产量却在不断攀升，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。最直接的结果当然是价格下跌，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规律。据 Fastmarkets MB 上周四公布的数据，澳大利亚铁矿石现货价格下降至每吨 132.66 美元，而普世能源咨询数据显示，同日铁矿石价格下跌至每吨 130.02 美元。而今年5月最高峰的价格为每吨230美元，也就是说铁矿石价格暴跌了近 44%。 中国期货的价格1个月内就下跌了近 30%。 据央视财经20日报道，全国45个港口的铁矿石库存刷新近年新高。高库存意味着购买意愿下降，即市场的需求下降。一位铁矿石贸易商表示，近期它的日成交量大幅下跌了 80%。 总结起来，铁矿石价格大幅下挫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。第一个是环保限产持续推进。我们知道炼钢是重度污染产业，需要大量能源，意味着需要大量煤炭来发电，导致碳排放过高。而中央承诺从现在起到2030年减排，再到2060年中国将实现碳中和，中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宣布的目标肯定会达到。另外，今年北京将举办冬奥会，北京市以及河北省肯定需要配合奥委会的工作，确保空气质量达标。为此，钢铁企业需要限产。8月初，就这个月期货日报刊登出了唐山市有关部门发布的一纸意见的通知。估计这样的通知不仅仅是唐山市、北京市、河北省，也许其他省市也有类似的通知。今年世界各国为了发展经济，虽然疫情没有得到很好控制，但是各国政府纷纷做出了恢复正常生产活动的决定，经济逐渐回暖，因此对钢铁还有对铁矿石的需求旺盛，这是今年上半年铁矿石价格猛涨的原因。至今年5月最高点，价格上涨了 140%。 但中国中央政府做出了减量提质的目标，因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任务就落到了下半年。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政策重心正在从去产能变成压产量，
钢铁行业持续20年的粗钢产能扩张周期已基本结束，铁矿石需求将不断减少。第二个原因是房地产市场下滑和基建投资回落。经过持续多年的房地产开发后，目前全国大趋势是在各地经过多次调控后，导致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。也许是我以管窥豹，以我老家房地产市场为例，即使小县城这些年盖了很多房子，好的房源价格稳定，但是普通房源或是不好的房源出现了有楼无市、卖不出去的现象。听说在东北还有山东的胶州半岛情况可能更糟，有些地方几万元就可以买一套在一线城市可能要几百万元的房子。所以本人认为房地产的高潮已经过去，加上近年来出生率一直无法提高，今后对房子的需求可能会下降。不知道是我家那种小地方特有的现象，还是全国大气候都一样呢？不过从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，与钢铁行业相关的多项经济数据全面回落，所以这么来看，我老家房地产的情况可能与全国大气候都差不多。另外，基建方面，今年上半年铁路固定投资比去年同比下降 8%， 其他基建也呈现下降趋势，这些因素都对铁矿石的价格形成下行压力。第三个是国际市场需求。尽管拜登提出了一揽子美国版基建计划，以及规模更加宏大的民主版一带一路来抗衡中国，但毕竟还没到落实阶段，而且按照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工作的速度，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看似雄伟的项目，最后会无疾而终，或者是根本就不可能实施。因此，国际市场对铁矿石的需求没有出现预期的强劲反弹，而国际市场扩大了铁矿石产能，可能又会因为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价格走低。而且目前很多国家几乎没有产能，而仰望进口中国钢材。中国厂商可以把今年上半年铁矿石的涨价转嫁给国外进口商。如果海外市场进口钢材需求更旺盛，中国厂商甚至有小幅涨价空间。这样即使减量压产，一方面可以压低国际铁矿石价格，同时还可以抬高钢铁成品价格，所以国内厂商仍有望保持利润空间。如果这些策略奏效，那么就有可能因为中国继续动用压低铁矿石需求，然后提高钢铁成品价格这组合拳来长期左右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，直至国外其他国家厂商看到有利可图，扩大他们产能，然后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为止。当然我们不好明说是否是中国的阳谋，故意想用此组合拳搞死澳大利亚。毕竟过去澳大利亚出口铁矿石从中国身上薅了很多的兔毛了，澳大利亚不仅薅兔毛，还使尽洪荒之力当灯塔国的马前卒，跳出来一次次恶心中国。其实早就该收拾一下这个澳大利亚了。所以今天允许德国之士以小人之心夺中国之福，这次国际铁矿石价格暴跌，可能是中国有意为之，其目的就是想收拾袋鼠。不仅如此，还可以提高钢材成品价格，让美国为它的伟大的基建项目付出更高代价。从刚才上面那个图我们看到了，美国钢铁的产能很小，要是开展他们的基建项目，必须仰赖今后钢材还有其他原材料从中国或是从其他国家进口，而中国的产能是最大的。当初你美国胡乱给中国增加关税，为何中国今天就不能够提高产品价格呢？当初美国你打贸易战，搞什么关税壁垒，最后却害的是自己，这真的是应验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反正德国之士粗浅地认为，减量压产，节能减排，并以此为契机搞技术升级，提高国内环保质量，还能打压国际铁矿石价格。成品钢材方面，中国主动降低供给，这样便能提高出口钢材的价格。对外还可以称之为中国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，主动限产并进行技术升级。中国是利用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，那只看不见的手，让市场做自我调节。反正这事你不好也不能怪中国政府。好，朋友们，这事你们怎么看呢？你们同意德国之士的观点吗？请大家踊跃留言，谢谢大家。